嗨，大家好，又是新的一天。趁着早上天气还相对比较凉快，我们就赶紧出来骑一骑。因为到了中午以后呢，今天天气预报要下雨。最近一直是在这样的晴天和下雨不断的交织当中度过每一天。整体来讲呢，基本上又恢复到以前那种热1-2个礼拜，凉快几天，中间呢伴随有下雨，又恢复到以前我们一直感受到的广州夏天的这种常态虽然呢，我们一如既往的感觉这个盛夏还在持续当中。昨天呢，就看到说上海已经连续45天的高温天气所以上海的夏天如果热起来，更是让人受不了。原因呢，就是它相对来讲没有像广东沿海这边有那么频繁的台风，很多长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类似的情况。中国的几大火炉基本上都在长江流域，像武汉、重庆，还有南京以及杭州这些城市呢，在历史上都被冠以火炉这样的称号相信这绝对不是当地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名号。这些天文地理引起的气候的很多的原因呢，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能够讲得清楚，所以呢，也就没有必要去咬文嚼字非要去弄清其中的缘由。我们还是多关注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些天气的变化对出行的影响，提前呢做一些预判，好让我们呢可能的情况底下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也就如此而已吧。今天呢，我们不谈天气继续呢顺着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牙科保健的话题。昨天我们说到牙科保健预防牙病最经济、最常用也最好用的就是使用牙线。每天呢在餐后最起码呢也是在你晚上睡觉以前，用牙线呢清洁每一处牙齿和牙齿之间相邻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缝隙、牙间隙然后呢再辅以认真的刷牙，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预防牙病。尤其呢是对龋齿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蛀牙，还有呢牙周病很多广东老百姓呢会把它说成是一个牙床上火。这些老百姓最常用的就是煲凉茶消火。其实中药一直号称是治胃病，根据不同的季节，预防性的使用前人的一些经验，通过一些瓜果蔬菜已经确认有效的中药材，以这种煲汤的形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治胃病的预防手段啊，也是我们中国人民间的自古传承的一种智慧啊。我觉得继续使用这样的先人的经验啊，无伤大雅。同时呢，在运用这些民间的管理健康的手段的同时，再配以那些从西方传来西医的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的措施，即便是呢拿来主义啊，只要行之有效，何乐而不为？所以像这些从西方传来的很多的牙齿保健这些方法，起码呢是由他们系统的总结而成的这些预防牙病、保持牙齿健康的很多的器材，包括各种款式的牙线在内，以及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就跟西方发明的很多普通的家用电器一样，现在呢也成了中国老百姓家里的常用的物品啊。那么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以我们中国人的聪明和领悟能力啊，应该呢要不了几代人，就会在牙齿健康和时尚方面啊，和西方社会看齐，进而呢也都会以有一口健全、排列整齐、美观、功能良好这样的一口牙齿作为一种时尚。我跟大家分享的使用牙线的方法来保健自己的牙齿，绝不是鼓励大家呢只要在家里头自我保养牙齿就好，而是呢应该在定期去见你的牙医的过程当中得到牙医的专门的指导，并且呢有机会让牙医来检查你在使用牙线或者其他的方法自我保健牙齿的情况它的效果。哪一些地方呢需要得到一些纠正和加强？只有这种定期的由自己的牙医来照顾你的牙齿，再加上呢在牙医的指导下合适的自我保养你的牙齿，双管齐下，才能够长保你的牙齿健康，远离牙病啊。昨天呢讲到使用牙线，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补充，就是针对那些牙周病人，针对那些因为牙周病使得这个牙缝变得非常的宽，牵涉的食物的残渣很大，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呢，往往使用牙线来剔除这些残存的食物已经不够用或者不过瘾。这个时候呢，在医生的指导下，也会有一种叫牙尖刷的特定的小牙刷，就是做成尖尖细细的，同样有刷毛，可以呢更有效、更有力的清除牙缝里面的残留食物和牙垢。这种牙尖刷呢，也会根据牙缝的大小、不同的状况，需要选择不同型号、不同形状，就跟我们选择牙刷一样有时候需要选择短毛的、硬一点的牙刷。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根据自身的需要，可能会选择长毛的、软一点的牙刷所以呢，牙缝刷也是因人而异。这种选择呢，一定是要在牙医的指导下来进行，否则的话呢，就会弄巧成拙，反而呢，无端的损伤原本就已经脆弱的牙龈，造成了牙缝变得更大这个是我特地要补充一下，引起呢大家的注意。而使用牙线呢，一般来讲对于牙齿和牙龈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面对坚硬的牙齿、柔软的牙线一般情况底下是不至于对牙齿的伤害但是呢，我不得不提一下，牙刷就不同了。就像我刚才提到有些人可能更喜欢那种毛刷非常坚硬的牙刷，他觉得呢，只有使劲才能够让自己相信牙才会刷得干净，就拼命的刷牙。结果呢，某一天就发现牙齿呢
在牙颈部的地方会非常的敏感。找牙医去检查呢，就发现其实已经把这个牙根和牙冠之间的地方呢刷出了一条缝，甚至呢形成了很深的一条沟。那是因为呢，牙冠虽然非常的坚硬，它的硬度可以媲美钻石，但是呢，在原本藏在牙肉下面的那个部分，其实并不坚硬，承受不了每天用不正确的方法、不合适硬度的牙刷，在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呢，就会刷出缺口。有些呢，会因而接近牙根中的神经，在你受到某种刺激甚至仅仅只是喝一些冷饮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敏感所以呢，这个也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样的道理用牙线来清洁我们的牙缝，理论上来讲是不会造成牙齿的缺损，因为牙线的柔软是不至于让我们的牙齿形成这么严重的伤害，所以大家尽管可以放心的使用牙线。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牙齿会食物欠塞？或者问得更老百姓一点为什么我老是会塞牙？其实呢，偶然的塞牙谁都会有，因为根据我们食物的种类总会有一些难以磨碎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吃的筋肉的纤维，某一些蔬菜的筋，都不容易呢，在我们咀嚼的过程当中把它完全的磨碎所以这样的食物，在一个进食过程当中，刚好它处于我们的两个牙的牙缝的上面就有可能呢，正好被压进牙齿之间。一般来讲通过牙线把它清除，只要不是经常发生其实也无伤大雅。但是也有人呢，确确实实总是会造成塞牙，几乎天天塞，餐餐吃饭都会塞。那么我们昨天呢，只是讲了一下它的解决的办法，或者自己来清除这些塞在牙缝里面食物的手段。最好的呢，就是使用牙线把它清除出来，再加上呢，我们认真的刷牙，保持一个清洁。但是如果塞牙成了一种常态那就必然有它的原因所在。一般来讲的话呢，塞牙的原因大概不外乎这几个。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讲每个人呢，他的面容、身材、他的牙列，甚至包括牙齿的形态都各不相同，都受到了我们上一辈或者祖上的遗传因素的影响那这种基因学的研究现在是越来越深入，相信以后呢能够揭开更多遗传方面的密码，并且呢，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使用这样的密码、这样的钥匙来改变我们的基因，以达到优生但是呢，这些呢还有点像天方夜谭相信呢，人类还得要经过很多个轮回才有可能付诸实现。正是因为呢这些遗传的因素使得我们牙齿的排列大部分人呢是不整齐的，所以呢牙跟牙之间呢会产生一些不正常的邻接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有些牙齿的牙缝比较紧，有些牙齿牙缝比较宽。那么某些部位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形成塞牙。另外一个呢，由于我们的牙齿的排列不齐造成了上下牙的咬合关系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原本正常的牙齿的尖和牙齿的窝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咬合关系呢，可能因为某些人的先天的牙齿排列不齐，就会形成一种错乱的关系。那些牙尖呢，恰恰咬到了两个牙齿的相邻的部分，再加上一些人呢有重度的磨耗，
使得这样的咬合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也就是说，上面的牙和下面的牙没有太多的空隙，很容易呢就将食物咬入牙缝之中。除了这种跟遗传跟牙齿的使用有关的造成食物欠塞的原因之外呢，其实更常见的或者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牙齿相邻的部位在不经意间呢已经出现了龋坏，老百姓呢就叫蛀牙。那这种情况呢，更多的可能会发生在儿童，因为儿童的牙齿呢在替换的过程当中因为牙跟牙之间本身的这种关系的错乱。再加上呢，儿童的乳牙质地非常的柔软，稍不注意呢，就会引起龋坏。所以呢，但凡小孩吃饭的时候只用一边来嚼东西，或者进食的速度明显减慢，当家长的帮他来检查一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可能在某一侧的牙齿尤其是3号牙、4号牙、5号牙之间呢，会塞东西。明显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牙冠部分呢可能已经有一些黑点，甚至呢已经有了大的破坏。然后我们的家长如果帮助孩子用牙线来做一些清洁的时候呢，就好像感到牙面不光滑，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扯断我们的牙线。那么基本上呢可以坐实小孩子的牙齿的邻面呢已经出现了龋坏。到了我们专业的牙医那边呢，通过专业的检查，一般呢还要辅以 X 光片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龋坏的牙洞的大小和它的范围。甚至呢有时候发现不只是一颗牙，说不定好多的牙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那么就是赶紧要补牙，小洞不补呢，大洞就要吃苦，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明了的道理。还有一种引起塞牙的，尤其是发生在中老年朋友身上的，就是牙周病。牙周病呢，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包括牙齿周围、牙龈、牙槽骨，还有牙周膜等等这些组织的，因为感染造成的慢性或急性的炎症，使得这些组织呢不同程度的发生萎缩或者吸收。使得这个牙根呢更多的暴露，牙缝呢不断的增大。那么显而易见这样的牙齿还会呢造成牙齿不同程度的松动，所以显而易见这样的牙齿肯定更容易造成食物的欠塞，就是我们说的塞牙。而且呢往往是塞的那种大块的食物，尤其是这种牙周病造成的塞牙它的范围更加广泛，症状更加明显，而且呢很容易造成感染。因为呢牙周病其实就是牙周炎，就是炎症，就是本来就存在着慢性的炎症。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些食物的残渣，只要不及时的清除，就会在牙缝中间牙齿周围呢腐败，造成再次的感染。如果放置不理，不但你要承受牙龈肿胀带来的疼痛，并且呢有进一步扩散，造成牙周更广泛的炎症，甚至呢会有牙周脓肿的危险。一旦呢发生牙周的脓肿，基本上你又会损失一片正常的牙周组织，会造成牙槽骨的进一步退缩，使得牙根呢暴露更加明显。牙缝隙呢也会更加的变宽，造成恶性的循环。
所以今天呢，在骑行过程当中啊，作为一个闲聊，可能作为我一个专业的牙医啊，说得轻松，信手拈来，也不需要去复习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啊，就可以侃侃而谈。但实际上呢，对听众来讲啊，都是一些非常有用的，跟大家利益，尤其是牙齿的健康切实有关的非常有用的知识点。我呢就是希望啊，通过这种时常的唠叨，能够让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呢多多少少有一些收获，进而呢引起注意啊，了解自身的牙齿的状况，也让你呢想起啊，看看自己有多少时间没有去访问过牙医了。有时间的话呢，尽快啊去见自己的牙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得到牙医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牙齿健康保健的指导。所以呢，请大家啊不要只听我的一面之词，就按照我的建议呢来自己处理自己的牙齿。我呢只是跟大家分享一种理念，或者讲一些概念，泛泛的提一些建议。因为考虑到每个人的特殊性啊，每个人的牙齿，每个牙齿的差异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牙医的1对1的指导，这样呢才能够精准的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呢，也请大家呢切记。好了，今天呢，我们也聊了不少啊，有关牙齿健康保健的话题，着重呢就是紧接着昨天使用牙线的话题啊，聊了一聊发生牙齿食物欠塞的几种常见的原因，让大家呢有一个泛泛的了解。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再见，拜拜。